大家好，我是于姐。今天用最简单的方式给大家分享一道果蔬彩色小馒头的做法，粗黄小白就能做，奶香味十足，营养丰富，好吃更好看。下面请跟我一起来操作吧。在和面之前，我来给大家分享一个和面3不粘的小技巧。要想让面不粘盆不粘手，首先让盆是干爽的，保持手也是干爽的。像这样和面呢，既不粘盆也不粘手。先来称一个普通面粉750克，因为我们家没有普通面粉呢，用的是高筋面粉，又加了1勺的玉米淀粉，降低面的筋性，这样做出的馒头更加松软。然后再加7克的酵母，30克的白糖，喜欢吃甜的可以多加一点，加白糖可以促进发酵，也可以增加香甜的口感。酵母搅拌均匀之后，取1/4放在小盆子里面，加1小勺的抹茶粉，然后给它搅拌均匀，放在一边备用。接下来把20克的黄油倒进奶锅里面，加少量的清水给它煮开，煮至黄油融化，然后关火，再加上1包的纯牛奶。像这样呢，牛奶就是温热的，就用这个黄油牛奶来和面，边倒边搅拌，先给它搅拌成大絮状，然后再给它揉成面团，随便给它揉一揉就可以了。然后给它装入保鲜袋里面，放在一边醒发着。然后我们再来和第2份面团。盆子里面同样也是取1/4的拌好酵母粉的面粉，然后再加上1勺的紫薯粉，再次给它搅拌均匀。也用这一个黄油牛奶糊和面。家里面没有黄油的也可以不加，也可以加一点点奶粉增香。这个黄油呢，就是起到一个增香的作用。趁着和面的时间，我来介绍一下我自己。我从小就喜欢做彩色馒头、卡通馒头、各式各样的花式馒头。假如说你要想吃什么造型的馒头，你在评论区留言，我有时间了给你安排。大家现在看到的就是我几年前随手做的花式馒头，花的朋友圈，那个时候像素呢也不高，让大家随便欣赏欣赏。黄色面团我也是按同样的方法，里面放的是南瓜粉。假如说你不嫌麻烦，也可以蒸紫薯、蒸南瓜，蒸熟以后用紫薯、南瓜泥来和面。绿色面团呢，又用菠菜给它打成汁，用菠菜汁和面就变成绿色面团，也是一样的。说着说着，4个面团全部都和好了。最后一个面团呢是白色面团，面团全部和好以后，然后再给它揉一遍，像那样呢，很快就会给它揉光滑。面团全部又揉一遍以后，用保鲜膜装入，以免它们互相粘连。然后给它放在一个大碗里面，放在温暖处，给它醒发至2倍大。面现在已经醒发好了，里面满是蜂窝状。把每一个面团给它倒在案子上，进行揉搓排气，尽量多揉一份，揉搓细粒一点呢，做出来馒头表面光滑有嚼劲儿。要想让馒头做出来好吃有嚼劲儿又不塌陷，就把它擀成大薄片，然后再给它卷起来。像这样做出来馒头呢，好吃有嚼劲儿，并且呢还不会塌陷。面片擀好以后，用手在上面抹点水，然后给它卷起来，再次给它搓牢，然后给它用手给它拍扁，整理一下，给它切成大小均匀的馒头状。全部切好以后，均匀的给它摆放在笼屉里面。趁着摆馒头的时间，我来解答一下粉丝私信问的问题。有朋友经常私信问我，你有时候蒸馒头放碱面，有时候蒸馒头不放碱面，是为什么呢？馒头生坯做好以后到底醒多长时间呢？我来给大家解答第一个问题。放碱面是用老面和面，或者是用酒酿和面，用兜饺子的方式和面都要放碱面。用酵母和面，不管是蒸包子还是蒸馒头都不用放碱面。现在来解答第2个问题，馒头生坯做好以后到底醒多长时间？其实这个醒发的时间也不是固定的，天气暖和少醒一会儿，有时候10分钟8分钟，天冷呢有时候1个小时或者是3个小时，这都不是固定的，关键是凭经验来观察。醒发至馒头生坯轻轻一按有肥弹就可以了。醒发时间太长，蒸的时候容易塌陷；醒发的时间太短，蒸的时候不暄软。我们这边现在是冬天，今天呢醒发了40分钟，水开了上锅蒸，大火蒸8分钟就可以了。
时间到了也不要急着开盖，先拔掉电源焖2分钟，以免热馒头遇到冷空气立马会缩，然后再开盖。哇，好漂亮的馒头呀！蓬松暄软，颜色鲜艳，营养丰富，奶香味十足，孩子都喜欢吃。有空你也试试吧。好啦，今天的视频就给大家分享到这里吧。我是于姐，如果你喜欢我的视频，请不要忘记关注我哟。感谢您的观看，我们下期再见啦。